那作为开篇第一课啊，我们要了解的当然是日本的起源，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和日本文明到底从哪里来的。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日本列岛上的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你很可能听到过我们中国的一个民间说法，那就是秦始皇曾经派方士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出海求仙，再也没回来。实际上他们是到了日本，成为了日本人的祖先。那么日本方面呢，当然也有自己的传说。在公元8世纪初，也就是我们中国唐玄宗刚刚继位的时候，日本出了2本重要文献，一本叫《古事记》，一本叫《日本书记》啊，非常有名。这2本书呢，都直接从神话开始讲日本历史，说日本天皇呢是天照大神的后代等等。当然，这些说法肯定都不对。那日本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现在日本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啊，最早的日本人来自亚洲大陆，因为当时地球还处于冰河期，海平面比今天要低好多，日本列岛和大陆呢还连着，所以远古的大陆居民实际上很容易就能走到日本。等到1万多年前，地球冰河期结束，海平面上升，日本列岛和东亚大陆呢被海隔开，留在岛上的那些人就成为了第一批日本人。那这些人到底长什么样，其实现在并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列岛的土壤属于酸性土，史前人类的骨骼很难完好保存下来，所以缺少充分的考古证据。现代 DNA 研究认为，史前日本人可能来自2个方向，一个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方向，一个是今天俄罗斯的萨哈林岛，也就是库页岛的方向。总之啊，都是从东亚和东北亚大陆上过去的。这些原始的居民在日本列岛上定居，就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文明。第一个时期呢，叫做神文啊，神字的神，文化的文，可以说啊，这是日本文明史的起点。神文这个名字啊，其实也和这个时期的文化特点有关。日本列岛的这批远古居民虽然还处在使用石器、采集食物的原始社会，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早制作陶器的文化之一。日本曾经出土过1.2万年前的陶片，这个还是很了不起的。而出土的这些陶器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面上有凹下去的花纹，这是在烧制之前啊，用绳子压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时代就叫做神文。不过你注意啊，这些居民虽然很早就发明了陶器，但由于海洋把他们和大陆隔绝，缺乏外界的刺激，所以呢，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以后的1万多年里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稳定的状态，没有什么变化，一直用着石器，靠食物采集生活。这种稳定或者说停滞到什么时候才被打破呢？得到中国的秦汉时期啊，所以也已经很晚了。那接下来的一个时代叫做弥生，弥勒佛的弥，生活的生。我插一句啊，这节课最主要的2个名词就是神文和弥生，你可以记一下啊。这是日本早期历史最重要的2个时代。从时间来看呢，日本这个弥生时代就是中国的秦汉时期。当时啊，出现了一些移民潮，历史学家估计是因为大陆的战乱，所以呢，有不少人从东亚大陆渡海来到日本列岛，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朝鲜半岛南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大陆的人。这些移民后来被称为弥生人，他们啊就在日本列岛定居了下来，并且呢和当地的神文人通婚融合。日本学界认为，今天大部分日本人是神文人和弥生人共同的后代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日本人的起源。当然啊，这些移民的到来对日本来说可不光是形成了新的民族，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长达1万多年的停滞期。这些大陆过来的移民带来了3样特别重要的东西：一是水稻，2是青铜器，3是铁器。你想啊，在当时日本列岛居民还处于石器和食物采集阶段的时候，这些东西或者说技术的传入当然是革命性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呢都出现了一个重大飞跃。日本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弥生时代是农耕文明在日本列岛正式确立的时代。换句话说，由于大陆的影响，日本列岛呢在短短几百年里一下子从依靠食物采集的原始社会跃进到了比较成熟的农耕文明。
所以呢，这个弥生时代也是日本列岛在大陆的影响下实现飞跃的阶段。好，讲到这里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切入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日本文明从哪里来的？你看啊，日本的农耕文明或者说物质文明完全是从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传过来的。那精神文化领域的情况怎么样呢？这方面呢有2个重要的观察维度，文字和宗教。先看文字啊，你知道日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书面文字，所以呢，和日本有关的文字记载啊，最早都出现在中国的史书上。比如《汉书》呢，就记载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居住在日本的倭人到中国朝贡的事情。那在此之前的日本历史呢，就完全找不到文字记录了。所以啊，你如果去读日本的历史书，就会发现，即使日本自己的历史学家在写本国古代史的时候啊，在书面史料方面呢，往往也只能引中国史书上的记载，像《汉书》怎么说，《三国志》怎么说等等。那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大约到公元4世纪左右，也就是中国的魏晋时期，日本借用中国的汉字，慢慢开始形成自己的书写文字，也就是日语的假名。经过了1000多年的演变以后呢，今天日语的书写里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汉字。如果你到日本街头啊走一走的话，即使不懂日语，很多招牌你也能认得出来。所以你看啊，日本的书写文字就是从中国大陆吸收过去的，日本人也完全承认这一点。再看宗教，日本原来的宗教呢，属于原始的泛神教，信奉各种神灵，而且这些神灵啊是有形态的，要么是人，要么是白鹿、白猪这样的山林野兽。比如我们都熟悉的日本动画师宫崎骏的一些作品里，就能够找到日本原始宗教的影响。不过呢，要论对日本历史的影响，最重要的应该是佛教。那佛教是怎么传入日本的呢？也是经过中国。佛教的经典呢，先被译成了汉字，6世纪中叶，也就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到隋唐时期，佛教呢就成为日本与中国交流的重要内容。你肯定听说过唐朝著名的鉴真大师东渡日本，他去那边实际上正是确立了日本佛教的戒法。另外你可能还记得啊，2020年武汉抗疫的时候，日本送来的物资上面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8个字，当时引起了网上的热议。这2句啊，有点像诗的文字呢，实际上是佛教中的寄语，后2句是祭诸佛子，共皆来源。据记载呢，是由日本当时一个著名的贵族长屋王题写在送给唐朝僧人的袈裟上的。这个长屋王非常仰慕唐朝的佛教文化，这句寄语呢，也可以看成是当时日本从中国吸收佛教文化、中日佛教交流的一个印证。所以你看，日本最重要的宗教佛教也是从中国吸收过去的。不过这里提醒你注意啊，吸收归吸收，日本佛教和中国佛教有不少的差别。最明显的就是日本的佛教啊更加入世，有一部分僧人呢，不光可以吃肉，还可以娶妻生子。宗教修行和世俗生活两不耽误。更重要的是，日本历史上佛家寺院经常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日本天皇呢，也动不动出家。你如果读日本历史，发现日本天皇带有法皇这种称号的，就说明他退位以后就出家了。讲到这里，你应该也发现了，日本的早期历史呢，就深深受到亚洲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日本就是在与东亚大陆，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人是这样，文明也是这样。但是你也要注意，日本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只是一味的接受和模仿，而是呢，保持着很强的独特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书写文字和佛教。那这种情况怎么产生的呢？可能和地理环境有关。有些日本学者啊，就认为日本列岛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海洋呢，对日本来说非常合适。如果太宽，那么就阻碍了交流，日本吸收不到中国大陆的文明。如果太窄，那么中国的影响呢将过于强大，日本将完全成为中华文明的附属。所以日本的地理环境呢，给了日本一种空间，可以有选择的吸收大陆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
客观的讲，这种说法呢，当然是日本人为了强调自己国家的独特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好，我们这一讲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简单总结一下，史前日本人来自亚洲大陆，他们在日本列岛定居，逐渐发展出神文、弥生两个文明时期。早期历史的日本呢，深受中国大陆的影响。不过，对于这种影响，日本并没有全盘吸收，而是呢，有选择地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那说到有选择地吸收中华文明呢，古代日本做的第一次重大努力，就是中国隋唐时代的大化改新，也是我们下一讲的主题。